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，它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。大约在20万年前，希腊地区就已经有人类聚居。约公元前3200年，希腊的克里特岛出现了米诺斯文明，它是欧洲最早的古代文明。米诺斯文明源于古埃及和小亚细亚，后世对米诺斯人的了解十分有限，甚至连米诺斯这个名字也是后人所起。基于考古发掘，米诺斯文明于公元前1450年走向了衰落。当时日臻成熟的铁器逐渐取代铜器，这对米诺斯商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。当饥荒无法为贸易所缓解的时候，米诺斯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。还有学者提出，在距离克里特岛约70公里处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，剧烈的喷发引起了巨大的海啸，这给克里特经济带来了重创。在这之后，大多数克里特城市走向了衰亡，这给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岛提供了便利。现代研究表明，迈锡尼人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民族。迈锡尼这个名称来源于希腊南部的迈锡尼考古遗址。迈锡尼时期是古希腊青铜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它大约持续了7个世纪。目前，对于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原因，学术界尚没有达成共识。两种最常见的理论是外族入侵与内部冲突。约公元前1100年，迈锡尼许多城市被洗劫一空。在同一时期，近东地区的埃及与赫梯文明也走向了衰落。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，干旱欠收造成的饥荒对文明的没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迈锡尼文明衰落后，希腊进入了黑暗时期。在这3个世纪里，历史学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记录，因此有学者提出，当时的人处于文盲状态。到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，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引入了元音字符，从而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字母书写系统。新的字母表迅速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。随着黑暗时代的结束，希腊的各个村落逐渐发展成为拥有独立行政机构的城邦。大约在公元前710年，希腊出现了最早的战争记录。相传，位于希腊东部的2个城邦为了争夺利兰丁平原而爆发了战争。经过漫长的战争，曾经是希腊主要地区的尤伯雅成为了一潭死水，这为雅典殖民该地区提供了方便。雅典原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一个城市名称，阿提卡统一为一个城邦后，雅典成为这个国家的名称。雅典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，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根据传说，雅典最早为国王统治，到公元前8世纪，世族贵族掌握了雅典的实权。之后，世族贵族凭借着手中的权力，占有了大量的土地，他们甚至可以将其他氏族成员卖到外邦为奴。到公元前6世纪初，世族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。公元前594年，雅典人找到了梭罗，希望他来担任首席执政官，借以调节已经白热化的穷人和富人的冲突。梭罗上台后，调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，这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。由于梭罗的改革并未落实平民对土地的要求，也没有赋予平民平等的政治权利，这导致平民与利益受损的贵族对梭罗产生了不满。梭罗感受到危机后，便与雅典人约定10年内不准改变他的改革。他之后选择自我放逐。梭罗离开雅典后，雅典陷入了权力真空。经过漫长的权力斗争，梭罗的亲戚毕希特拉掌握了实权。在他任内，世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。他离世后，他的儿子西庇亚斯和希帕克斯沿用了父亲的统治方式。当希帕克斯被雅典贵族暗杀后，阿尔克马埃翁家族采用了贿赂的方式，让斯巴达人赶走了西庇亚斯。西庇亚斯的统治被推翻后，斯巴达人企图在雅典建立一个亲斯巴达的政权，但在雅典中产阶层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，阿尔克马埃翁家族的克里斯提尼最终取得了雅典的领导权。随后，克里斯提尼撤销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。之后，雅典社会矛盾由贵族与平民的矛盾
转变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。正当雅典日益壮大之际，波斯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国家。到公元前513年，波斯的君主大流士一世控制了黑海的海峡和色雷斯一带，这直接威胁到希腊半岛诸城邦的安全。3年后，爱奥尼亚地区诸城邦以米利都为首，发动了反抗波斯的斗争。由于深感力量对比的悬殊，米利都便向斯巴达求援，但斯巴达却见死不救，反而是雅典与埃雷特里亚选择了出兵。两城邦虽然派出大量军舰救援，但其最终被波斯镇压。波斯早就有征服希腊的野心。波斯之后以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增援米利都为由，发动了波西战争。为了此次作战，波斯派出了征服马其顿王国的名将马都尼斯作为统帅。然而，马都尼斯的这场军事行动却因为波斯舰队突遇风暴而受阻。大流士一世不甘心失败，他于第2年派出使节到希腊各城邦招降，结果只有雅典和斯巴达拒不投降。于是，大流士一世于第2年发动了远征。波斯舰队在马拉松海岸登陆后，雅典一方面紧急动员全体雅典公民赴马拉松应战，一方面派遣长跑健将菲迪匹德斯星夜奔往斯巴达求援。此时，斯巴达的农奴正蠢蠢欲动。斯巴达于是声称，只有等到月满之时才能出兵救援。雅典无奈之下，只能孤军作战。在计时取得急兆后，雅典人决定全力出击。激战时，雅典军的2翼如钳制似的合拢，一举击溃了波斯军。相传，当雅典军在马拉松平原打败波斯军后，菲迪匹德斯由马拉松平原跑回雅典报捷。当他将胜利的消息转告给雅典人后，他突然倒地身亡。马拉松战役结束10年后，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为了一雪前耻，决定再次进攻希腊。这次希腊所有的城邦召开了联盟大会。希腊人起初计划在奥林匹斯山南端的一个峡谷阻挡敌军，但在得知波斯人即将绕道避开这个山谷时，希腊联军选择撤退。附近的希腊城邦得知联军即将撤出这个地区时，纷纷望风而降。为了阻止其他城邦继续变节，希腊人决定在温泉关建立防御据点。在经过一番激烈厮杀后，负责守卫温泉关的斯巴达军全军覆没。斯巴达人的浴血奋战为雅典的海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雅典在接下来的萨拉米湾海战中获得了胜利。由于波斯失去了海军，无法向陆军提供补给，最终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战役中被希腊联军击溃。波西战争结束后，雅典成为希腊地区的霸主，斯巴达对此十分不满。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，斯巴达联合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诸城邦，组建了伯罗奔尼撒同盟，以对抗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。公元前431年，斯巴达同盟底比斯进攻了提洛同盟的成员普提拉，这拉开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序幕。由于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因此他们在公元前421年签署了为期50年的休战条约。仅过去7年，雅典就发兵进攻了位于西西里岛的斯巴达盟友。这次远征使雅典元气大伤。就在同一年，雅典在小亚细亚支持了一场当地的叛乱，这造成波斯与雅典的闹翻。此时，许多提洛同盟成员见雅典处于被动局面，纷纷选择退出提洛同盟。其后，在波斯的资金帮助之下，斯巴达人建立起了海军。到公元前405年，雅典海军被全歼。第2年，雅典向斯巴达投降，斯巴达由此成为希腊地区的霸主。随着斯巴达国力的增强，他与盟邦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。到公元前395年，底比斯与克林斯由于没有获得应有的战利品，对昔日的盟友斯巴达发动了反击。斯巴达的宿敌雅典与阿尔格斯之后也卷入了战争。1年后，反斯巴达联盟与波斯的联合舰队击溃了斯巴达的海军。与此同时，雅典的陆军又传来了获胜的捷报。斯巴达面对危机，转而向波斯求和。
波斯由于害怕雅典强大，转而支持斯巴达。最终，在波斯的压力下，双方宣布停战，但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。8年后，底比斯就击败了斯巴达。此后的10年，底比斯成为希腊第一军事强国。其中，底比斯的神圣军功不可没，它由150对同性恋伴侣组成。底比斯人相信，在战场上，这些战士会为了自己的爱人而英勇奋战。为了巩固霸权地位，底比斯的将军伊巴农巴达于公元前362年发动了第4次入侵波罗奔尼撒半岛的战争。在这次战争当中，伊巴农巴达因重伤而离世。伊巴农巴达指定的2个继承人也在战争当中牺牲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弥留之际的伊巴农巴达只好命令已经锁定胜局的底比斯人主动求和。而底比斯人的对手斯巴达雅典此时也是元气大伤，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城邦能够称霸整个希腊世界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的马其顿正在迅速崛起。这个曾被希腊人视为蛮族的国家，最终在27年后统一了希腊。此后，马其顿王国成为继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第2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国家。亚历山大在完成统一希腊全境仅2年后便离开了人世，他终年只有33岁，他的死因成为千古之谜。当亚历山大死讯从巴比伦传到希腊后，雅典爆发了反马其顿运动，而马其顿凭借着在步兵方面的压倒性优势，用了不到1年时间就平定了叛乱。此时，亚历山大的将领们为争夺权力爆发了长达40年的战争，这直接导致马其顿王国的分裂。当时，希腊一些城邦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组建了埃托利亚和亚该亚同盟。到了公元前267年，由亚历山大前将领托勒密建立的托勒密王朝，为了与马其顿争夺希腊地区的影响力，与希腊城邦组建了反马其顿同盟。战争造成了雅典的陷落。之后，马其顿的安提克王朝因受托勒密王朝的打击而力量受损，斯巴达人于是决定恢复在婆罗奔尼撒半岛的影响力。亚该亚人为了防范斯巴达的东山再起，他们与马其顿人联手攻陷了斯巴达。之后，安提克王朝的国王菲利五世又发动了对埃托利亚同盟的战争。然而，这一战事持续了4年之后仍无战果，双方最终在公元前217年签订合约。合约签订后，菲利五世试图取代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影响力，这导致第1次马其顿战争的爆发。马其顿军队在战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，他们成功迫使罗马撤军。2年后，由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幼主继位，菲利五世于是与叙利亚国王安条克3世图谋瓜分埃及。菲利五世大举扩张的行为终于引来罗马的强烈反对，罗马最终决定彻底消灭这个希腊半岛上最后的军事强国。到公元前197年，菲利五世被迫放弃他在历次战争中所获得的全部领土。到菲利五世儿子继位时，马其顿终被罗马消灭。在罗马统治期间，罗马社会声称与希腊有着共同的文化血统，但希腊诸城邦并未因此放弃独立的意图。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88年发动了反抗罗马的起义，起义遭到了镇压。之后，希腊地区又卷入罗马的内战，这导致许多希腊城市成为了废墟。在屋大维成为罗马君主后，他将希腊与马其顿分离，成立了单独的亚该亚行省。进入3世纪后，希腊开始遭受到蛮族的侵扰。在公元267年，雅典被希克特人洗劫一空。西罗马灭亡后，希腊人成为东罗马的主要公民。希腊在拜占庭统治下遭遇了数次的外族入侵。到公元1204年，奥斯曼人结束了希腊地区分裂的局面。当时，一些希腊人不愿意接受奥斯曼的统治，他们到达西欧后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兴起。另一些希腊人则躲进了层峦叠嶂的群山当中。从16世纪末开始，奥斯曼将各个地区分化给宗教族群管理，许多希腊人于是从山区搬回到平原地区。当时，希腊人表面上遵循伊斯兰教的教规，但私下却实践着希腊正教的信仰。
大约从17世纪末开始，移居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逐渐受到了重用，但是此时大多数本土希腊人仍处于被剥削的状态。到1821年，希腊发生了独立战争，当时的欧洲知识精英普遍崇拜古希腊文明，他们将这场战争视为对异教徒的圣战。希腊最终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获得了独立地位。希腊独立后，卡波济斯第二斯成为希腊共和国的首位总统。他家长式的管理方式遭到同僚的不满，他上任4年后便遭遇暗杀。他死后，在列强的扶持下，巴伐利亚国王的儿子奥托成为近代希腊王国的首位国王。当时奥托尚未成年，希腊由摄政委员会执政，直到3年后奥托才开始亲政。奥托执政后，希腊大部分内阁成员仍是巴伐利亚人，他们试图将德国严格的等级制思想强加给希腊人，这让希腊人产生了疏离感。到1843年，雅典爆发了革命，权力随后落入一群希腊政治家手中。到了奥托称王的第30年，奥地利与意大利爆发了战争，奥托站在了亲戚奥地利君主一边，希腊人对此十分不满。此时王储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，奥托对此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。新一代的希腊政治家越来越不能容忍奥托傲慢的做法，奥托为了解除危机，于是罢免了首相。此举引发了希腊人的愤怒，不久希腊的部队也加入了反叛行列。之后前首相乌尔加里斯宣布成立临时政府，希腊人随后要求英国派遣维多纳女王的次子作为他们的新任国王，但这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。最终丹麦王子乔治成为希腊的新任国王。就在乔治上任的同一年，他的父亲也继位为丹麦国王，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很罕见的。虽然在乔治执政初期，希腊颁布了当时欧洲最民主的宪法，但行贿之风仍阻碍着希腊政府的运转。乔治一世统治时期最值得关注的国际事件，无疑是第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的召开。在最引人注目的马拉松比赛中，希腊送水工人获得了冠军。赛后，他获得了希腊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提升了希腊王国的国际地位。乔治之后又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几次战争，使希腊国土和人口扩张了1倍。由于乔治的疯狂举债，希腊经济出现了近乎崩盘的局面。到1913年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·希纳斯的人暗杀了他。乔治离世后，他的长子康斯坦丁继承了王位。许多希腊人更喜欢称他为君士坦丁12世，他们认为康斯坦丁是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的继承者。希腊人民希望在他领导下，希腊能够收复故都君士坦丁堡。一战爆发后，康斯坦丁作为德国君主的女婿，他反对希腊加入反抗德国的战争。时任的首相对此却颇为不满，两人的对立造成了希腊出现了2个政府，这开启了希腊为期20多年的国家大分裂时期。到1922年，康斯坦丁被迫逊位给长子乔治2世。在其后的选举中，康斯坦丁的宿敌维尼泽勒斯获得了胜利。维尼泽勒斯上台后，激进的共和派要求立即宣布实行共和制。维尼泽勒斯迫于压力，将职位让给了共和派。2个月后，希腊确立了共和制为该国的政体。在此后的9年间，希腊更换了23届内阁。到1935年，保皇派的军事部长恢复了乔治2世的王位。8个月后，梅卡克尔萨斯建立了独裁统治。二战爆发后，梅卡克尔萨斯领导的希腊军队成功抵住意大利的入侵，希腊军队甚至跨出国境反攻意大利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地区。战争爆发的第3个月，梅卡克尔萨斯就病逝了。他去世3个月后，意大利在德国的支援下重新对希腊开战。这次保加利亚王国也加入了对希腊的战争。同年4月27日，德军攻陷了雅典。德国占领希腊本土后，德国伞兵又攻下了克里特岛。希腊流亡政府此后被迫迁往了开罗。直到1946年，乔治2世才重返希腊。1年后，他因动脉硬化而离世，他终年56岁。由于他没有子嗣，他死后，他的弟弟保罗成为希腊新任的国王。当时希腊爆发了内战，
在美国支持下，希腊政府军最终获得了胜利。之后，希腊在18个月内更换了5届内阁，直到希腊团结党于1952年组阁，希腊政局才恢复稳定。到1964年，保罗因胃癌离世，他终年64岁。随后，他的独子康斯坦丁2世继承了王位。3年后，一群右翼军官发动了政变，这开启了希腊长达7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。到1973年，希腊军政府宣布废除君主制，同时军政府的领导帕帕多普洛斯宣布就任为希腊总统。5个月后，雅典理工大学学生发起了反抗运动，这次起义造成了40多人死亡。帕帕佐普洛斯的铁腕做法引起了高级军官的反感，其后他推行的文官化政策进一步动摇了自己的统治根基。此后不久，他的心腹便发动了第2次政变。之后，土耳其以保护侨民为由入侵了塞浦路斯，这引发了希腊政治危机，最终导致希腊军政府的垮台。此后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主导了希腊20年的政治事务。到2009年10月，希腊政府突然宣布，其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。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的明显恶化，全球3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，投资市场开始担心希腊偿还债务的能力。2010年5月，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希腊提供贷款。作为交换条件，希腊需要实施严厉的紧缩措施。到2015年的年初，希腊人选出了反紧缩的政府，但迫于现实的压力，希腊领导人还是同意了一项新的改革计划，借以换取欧盟的资金援助。到2017年，希腊经济增长恢复到了正值。1年后，希腊正式退出救助计划。2022年8月，欧盟委员会宣布，希腊政府已经兑现大部分政策承诺，因此决定正式结束对希腊财政的强化监管机制，这也标志着希腊债务危机的结束。